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啊。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个连环杀人犯用被害者的骨灰制成陶瓷娃娃，收藏起来欣赏的故事。两个心脏。故事是这样的：小雅和丈夫共同孕育着一个可爱的女儿，生活美满，家庭幸福。可就在女儿14岁生日的这天晚上，不幸突然降临，一个变态杀人狂的入室行凶，让一切幻灭成了泡沫。小雅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家里会无端闯进来这样一个可怕的杀人狂。小雅的丈夫和女儿当场毙命，而小雅也身受重伤，倒在血泊之中。就在杀人狂举起屠刀走向她时，奄奄一息的她及时报了警，这才挽救了自己的一条命。警察赶来后，凶手早已不知所踪。身负重伤的小雅被警察送往医院救治，虽然捡回了一条命，但小雅却落下了一个下肢瘫痪，余生只能依靠轮椅来度过。这件事情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影响。从天堂走向地狱只用了一个晚上，从伤痛中恢复过来的小雅一心想要寻找凶手报仇。她求助过警察，但她很快就发现，韩国的警察在电影里向来都是弱智加愚蠢，没有人会因为这件难啃的案子用心追查。就在万念俱灰之时，小雅大胆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她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找到凶手，完成复仇计划。她仍清楚地记得事发当晚，凶手拿走了她丈夫的打火机，打火机也成了当下的唯一线索，因为那个打火机的上面刻有特殊的记号，整个韩国独一无二。于是他利用自己的救济金高价求购这个打火机，希望凶手看到后会售卖它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小雅终于在一个论坛上找到了蛛丝马迹，一位客户回复了她，并告诉她打火机的特征。经过核实，小雅确认正是那个打火机，也就是说对方很有可能就是凶手。但对方很快发现了端倪，消失在茫茫人海的互联网上。小雅这才意识到，单凭自己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找到凶手的。他决定找些帮手一起完成复仇计划。小雅的血型是十分罕见的熊猫血，他知道自己的器官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致命的诱惑，于是他打算以自己的器官作为交易，来换得别人的帮助。完成复仇后，他会自愿捐赠身上的器官给对应的人，这样一来，他的愿望就能够达成。那些需要他器官的人也能如愿以偿。很快，他先是找到了在医院工作、精通器官移植手术的老张，随后又找到精通网络黑客技术的长发妹，还有精通入室盗窃、鸡鸣狗盗的小偷独眼龙，以及身材魁梧、精通格斗的小马哥。这4人的家人都在等待熊猫血的器官移植，同意与小雅达成协议。就这样，一个复仇者联盟就地集结。很快，长发妹就根据小雅之前在互联网上找到的线索，锁定了一个 IP 地址。确定具体位置后，小偷独眼龙来到这个指定的地点，撬开了门锁，但进去后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小马哥则在门外守株待兔，等待凶手现身。到了后半夜，果然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出现在了门前。身材壮硕的小马哥将可疑之人电晕，并带到了小雅面前。小雅摘下他的头套后，发现这个人并不是杀害她丈夫女儿的凶手。在小雅的百般逼问下，才得知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滴滴司机，打火机是上次客人落在车里被他捡到的。司机还说出了凶手经常出没的一个地点。与此同时，凶手依旧在不断地寻找目标作案，而且专挑年轻漂亮的少女下手。被骗去赴约的少女们都是被凶手用残忍的手段杀害，最后还用被害人的骨灰做成精致的陶瓷娃娃，像战利品一样被陈列在墙上收藏欣赏，连躯壳也不放过，可谓是变态中的极品，极品中的变态艺术家。这凶手外表俊俏端正，内心却极度扭曲，如此变态的做法在他看来却是对受害者灵魂的净化。看着满屋子的杰作，他的内心狂喜不已。这天，小雅和独眼龙趁凶手不在家，悄悄来到了他的家门前。独眼龙打开门后在外面放哨，小雅则溜进他的家中探查。等他进屋后，瞬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得说不出话。满屋子全都是骨灰做成的陶瓷娃娃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房间的最中央还吊着一个陶瓷天使，这应该是凶手最得意的一件作品了。小雅还看到了柜子上陈列的一条项链，正是她女儿生前戴的那一条。小雅热泪盈眶，她本想把女儿的项链拿回去，可就在这时，凶手突然回来了。独眼龙这个猪队友不靠谱啊，在这种紧要关头居然要去停车，所以没有办法及时给小雅报信。小雅还没有做出反应，凶手就一脚迈进了自己家门。情急之下，小雅只好躲在桌子底下，这里十分的不安全，凶手只要一弯腰就能发现她。此时的小雅心已经降到了屁股眼了。就在凶手马上要发现她的时候，机智的独眼龙在门外装扮成卖报纸的小贩，引开凶手的注意力。小雅这才得以脱身，但她却十分惋惜没能拿回女儿的项链。
独眼龙听完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决定帮小雅拿回项链。夜里他又悄悄地溜进了凶手的家里，就在他马上要拿到项链的时候，凶手突然冲了进来。原来他早就对上次的事情心存疑惑，于是在家中安装了监控。透过监控，他看到了独眼龙溜进了自己的家，所以赶忙过来阻止独眼龙的行为，并用残忍的手段将独眼龙杀害。而且通过独眼龙拿到的那条项链以及手机通讯录，知道了小雅的阴谋，还回拨电话通知小雅。得知死讯的小雅懊恼不已，他认为是自己害了独眼龙，于是要求立刻解散队伍。他不想让更多人惨死在凶手手里。然而他们并不想就此放弃，但是凶手也没有就此罢休，他主动找上门来，不仅杀死了小雅身边的好闺蜜，还要杀害小雅。可能对简单粗暴的杀人方式玩腻了，这次他要玩点新的花样。他把小雅推到高处，再从高高的楼梯上推下去，想必小雅一定会玩得开心，玩得愉快，玩得激情，玩得澎湃，最后再玩出命来。好在小马哥及时赶到，拉住了正在边滚边尖叫的小雅。但与此同时，凶手也趁机开车逃走。救下小雅后，小马哥乘胜追击，从白天追到了夜晚，终于在野外拦下了车子。追到凶手后，2-3拳就将凶手打倒在地，打晕后带回了小雅的家里，准备用事先准备好的切割机将凶手就地正法。就在他打电话让其他人过来时，凶手突然醒了过来，趁机背后偷袭，用电击棍击晕了他。剧情就在此刻反转了，原本占上风的小马哥，此刻反被凶手结结实实地绑在了切割机上。凶手得意洋洋地掏出手机给小雅打电话，告诉他小马哥的惨状。小雅万分着急，他知道凶手对陶瓷娃娃十分的喜爱，于是就想到了一个主意，那就是先派老张去解救家里的小马哥，自己则赶去凶手的家里，用娃娃威胁凶手。如果他敢杀死小马哥，那他就会毁掉所有的娃娃，玉石俱焚。凶手一看自己的艺术品即将被摧毁，也顾不上五花大绑的小马哥，火速赶往家里，阻止小雅搞破坏。而在他赶到家里之前，小雅和长发妹早已在凶手家里布置了陷阱。凶手进门之后就被钝器击中晕菜了。就在长发妹走上前准备将她绑住时，凶手突然再次醒来，割断了长发妹的跟腱，瘫软在地。凶手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，轻而易举地来到了小雅面前，准备下毒手。2个美女自己找上门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好在这时被老张解救的小马哥及时赶到。一番搏斗之后，2个男人精疲力尽，但打不死的凶手还是凭着自己的意念站起身来，拿起凶器走向小雅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小雅早就在他的陶瓷天使上装满了汽油。关键一刻，小雅点燃打火机，扔向吊在半空中的天使。刹那间，火光大作，浓烟滚滚，凶手最得意的作品被包裹在大火之中。看着燃烧的天使娃娃，凶手悲痛万分，捂着脸蹲在地上咆哮。这对于一个变态艺术家来说，无疑是一个比失恋更痛苦的打击了。反应过来后，他转过头想要愣死小雅。正所谓举头3尺有神明，就在他缓缓走向小雅的时候，天使娃娃的绳子被烧断，娃娃身上的剪刀以一个优美的弧线飞身过来，扎进了凶手的背后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是这种死法。看着凶手一命呜呼，小雅笑中带泪，但也哭得撕心裂肺。她终于为自己的女儿和丈夫报仇了，这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是死去的少女们与女主的集体复仇，让这个变态艺术家亲手死在了自己的作品上。事情结束之后，小雅按照约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了她曾经答应过的这些人。小雅虽然永远的离开了人世，但换来的却是4个家庭的圆满。我相信在天堂里，小雅一定和她的丈夫女儿幸福团聚了。善恶之报如影随形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那些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结局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